得知管医司出轨时，我刚拿到确认怀孕的报告单，我离不开他，所以我给了自己2年做足了准备，反复确认他真的已经不爱我了，然后潇洒挪位子，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从产房出来时，已经是半夜3点，他双眼猩红，靠墙站着，手里捏着一根红绳，是刚在一起时我们给对方编的。一瞬间，让我有了他很爱我的错觉。他的朋友都不相信他能海王收心，可我们准备结婚了。直到接亲那日，他们都觉得不真实，我也觉得不真实。推我出回病房的护士在我耳边感叹道：“管医生对你真好，才接手医院，忙得很。前天还上了大夜，昨天晚上又守着你，还记得先看你。不像我家那口子，当时就在门口打游戏，打着肚子饿了就自己跑去吃东西。”我看着他往新生儿室拐的背影，双眼酸涩。他是所有人眼中的好丈夫，整个何家医院都知道他有个视若珍宝的老婆。自从我怀孕后，除了在医院，就是在家里陪着我，产检一手包办，我只需要跟着做检查，从来没有让我操过心。他确实很爱我，可他不只爱我，或者说他只是曾经很爱我。他还有另外一个家，家里有位女主人，住家保姆会喊他管太太，他会唤他小娇宝，可他从不让家里的木姨唤我太太，他也只唤我周周。管医司爱我，从大学就是人尽皆知的事情。他是学校的风云人物，痞子混混的习惯，他有打架、抽烟、泡吧、包夜、天之骄子的资本，他也有。家里是国内最大的私人医院，本人23岁硕士，25岁博士。遇见我之后，他的标签就只剩天之骄子。我不喜欢烟酒的味道，不喜欢混混的习性。他再也没参加过酒局。他在医学上有过人的天赋，可为了抵抗他爸，学3天晚2天。我说，治病救人和阎王抢人是世界上最酷的事。他开始听从父亲的安排，深造学业，拿起手术刀，子承父业。他的父亲甚至感谢我，把他的儿子领上了正途。在我还没有承认他身份的时候，管爸爸就已经认定了我是管家儿媳。消息传遍了学校，他也不反驳，我才确定他跟我不是玩玩而已，他是真的喜欢我。为了让他父母接受我，宁愿拿起他反抗了10年的手术刀。他的妈妈也会握着我的手。阿姨跟我说，是你劝他选择这条路，叔叔和阿姨都很感谢你，谢谢你能让他听劝。父母劝了10年，都没能让他定下来，而我只一句话，他便答应了。他向所有人宣告我在他心中的重要性，以此来弥补我与他的差距。我只是一个大学生，还拿着学校的贫困补助。他成为主治医师那天，我答应了他的求婚。他紧拥着我，炙热的怀抱，久违的温暖。那一句周周，我爱你，我以为他是我的救赎，来治愈我不堪且破碎的童年。可很快，他就做了和我爸爸一样的事情，一面扮演着完美丈夫，一面养个新家。和他说话的语气甜蜜腻人。还是你这里好，让我心安，我都不想碰他了。幸好她怀孕了，不然我真的装不下去了。小娇宝，你再等等我，等我。而我是怎么听到的呢？是个环环相扣的巧合。脸部异常过敏，去医院查出了怀孕，刚把好消息传给管医司，一个小孩把咖啡洒在我身上，转头进服装店买了一身，乔乔急性阑尾炎，被救护车拉走，打电话喊我救急。于是我裹着口罩墨镜，接过他的工具包，上门为客户量裁尺寸。他开门进来时，我正在收拾东西，准备离开，一副魂不吝的表情，轻松
惬意，窝在沙发，躺在他的腿边，说出了那番话。那一天，我抱着报告单在工作室坐了很久，想从前，想以后，但我没有哭。推门声将我从回忆中拉了出来。管义思轻手轻脚，大步走过来，周周，谢谢你，辛苦了，在我额前落下一个吻。什么时候起，他已经不对我说爱字了？以前，从起床、出门、吃饭到睡前，都会有一句我爱你，而现在他说的最多的是谢谢你，辛苦了，你好好休息，我明天还要上班，先回去休整一下，顺便让木姨安排好接下来的食谱。好，他想走，我也不想挽留，没有必要。但话说出口，又想起周不了，他才刚刚出生，还享受过被父母疼爱，不应该这样被我剥夺拥有父亲的权利。我的心软了一下，在他转身离开时，捏住了衣角。可以不回家吗？医院不是也有休息室？我想醒来就能见到你。这话矫情且无理，可他只是愣了下神，眼神依旧温柔。你近几天的吃食很重要，亲口安排好我才放心。放心，我会很早过来，滴水不漏，温儒尔雅。如果不是早知道了他的真面目，我一定会沉溺在这温柔与包容里。过了许久，家里监控画面里没有他，很显而易见，他回了医院附近的那个家。说起来，家里监控还是他怕我出事才装的，我一直没有登录上去看过，因为在监视器里看自己，多少有点奇怪。其实不意外，毕竟他说过，还是那里让他舒适心安。他要在医院同事面前，在他父母面前，还有我的面前演戏，这是一件很累、极其耗心思的事情。而且因为我待产，他已经只能办公室病房两头跑，没有时间去找他。那位想来是有些脾气了。我被疼醒时，听见了他轻声的在安抚电话那头的人。好了，最后的时间了，我一定要守在这里，等结束了，好好补偿你。你最乖了，我最爱你。咬着牙，直到他挂断电话，才装作疼醒来，叫出声来。他有过一丝慌乱，以为我没有看到。我调查过他，宋萍萍，3年前一起医疗事故的受害者，出事的是他的爸爸。管义思是那场手术的副手。事情发生之后，他成了一个人。彼时他大3在读，管义思对他心生不忍，资助他完成了学业。毕业后，介绍进了朋友公司实习，一个花瓶职位，被卷入了内部争斗，险遭侮辱。管义思就直接在医院附近买了新房子，把人当金丝雀一样圈养了起来。周不了的满月宴上，宋萍萍也一起到了，以管义思助理的身份。我怀孕半年后，管义思开始接手医院的管理事宜，宋萍萍就成了他的助理，做些复印整理、端茶倒水的小活。医院里不是没有闲话，但管义思一向注意行为举止，没给人抓到把柄。他跟在管义思的身后，一起走进来。怎么是他跟着你过来？若若呢？我有些震惊，语气就严肃了些。他被我吓到，往后退了半步，眼里尽是害怕。我第一次从他的眼里看出了防备。为了宋萍萍，他伸出胳膊，像护着鸡仔的老母鸡，把宋萍萍护在身后。周周，你吓到他了。随后他意识到了不对，向我道歉。我语气急了些，他胆子太小，又才出来工作，没见过这种大场面，你多担待些。我担待他，凭什么？但我没有表露出来，只是平静地说道，胆子确实小了点，比不上我当年。宋萍萍弱弱开口，这就是嫂子吧？若若姐今天有事，管总就让我跟着了。怀里的周不了恰时哭了起来，我连忙到一边去哄他。再回来时，管义思在门口迎客，他站在他身后陪着。
宋萍萍偶尔朝我这边瞟，隔得太远，看不清眼神。我抱着周不了，坐在长辈中间，像被放着展品的展示台，局促不安。但管义思很专注地在迎客，偶尔和宋萍萍低语几句。又想起婚礼那天，他怕我受委屈，他一直陪在我身边，惹得他朋友笑称我就是管义思的诱捕器。只要同一场合，周无正的2米之内必有管义思。是从我20岁到25岁这4年多，我和管义思的常态。出了月子之后，我不顾众人反对，回到了设计工作室。白日里，月嫂跟着我待在办公室，晚上我带着周不了睡在1楼客房。从医院回来之后，我就和管义思分房睡了。理由很简单，他是医生，要有足够的睡眠保证。周不了太小，一夜总能哭3、4次，最久一次连着哭了2个小时，怎么哄都哄不好，所以他没拗过我。日子一天天过，周不了的周岁宴很盛大。晚宴结束后，我带着周不了回到了自己家。半个月前，我租下了这个不大的小公寓，并布置成一个温馨的儿童风的小家。月嫂是我亲自挑的，只认我一个主家。我把周不了放在了公寓里，一人回了和管义思的家。他开门进来时，我正炒完最后一盘菜，关了火盛盘。他连忙接过，手指划过我贴着创可贴的食指，立马放下盘子，拉着我的手到灯下查看伤口。家里不是有阿姨，要吃什么安排阿姨就好了啦。这么重要的时刻，阿姨怎么能在呢？灯光下，她的衬衫领口、裤子腰身，还有没沾掉的面粉。我忍声轻咳了几下，有点着凉。她的身上又有些香水味，很淡，但奈何我又很敏感。着凉了，让你总不穿拖鞋，还贪凉要吃冰淇淋，你就想让我心疼死，是不是？语气严肃，有些生气。明明是夹杂着关心的好言，却变成了刀，将我千刀万剐，又变成最臭的垃圾堆，让我恶心。我挣开他的手，转身去端那盘红烧肉，摆上桌，点上蜡烛，关掉大灯。管义思笑呵呵搓手，一边坐下一边说道：“今天是个什么好日子，还有烛光晚餐。韩寒呢？”他终于发现了管寒怡不在家。管寒怡，周不了大名，但我从来只叫他周不了。不了不了，告诫我自己，一切不了交给刘姐了。今天只有我们2个。管义思有些惊讶，愣了一下，又笑了笑。今天是什么纪念日吗？不是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摇了摇头。但是以后的今天会是我们的离婚纪念日。我不想再装了，也装不下去了。为了这一天，我忍了20个月09天，也准备了20个月。今天是最后的期限。他有些迟疑地开口：“我没听清，你再说一遍。”他不信。我毫不犹豫地开口：“你没有听错，离婚。”说完，怕他装聋，又大声说了一遍：“我说我要离婚。”他慌乱地起身，蹲在我面前，把我的双手拢在手心。为什么突然要离婚？我们很幸福啊。烛光下的脸一闪一闪，眼底的困惑很真实。我忘了，他还不知道，多可笑。我知道宋萍萍的存在，宋萍萍知道我知道她的存在，可管义思不知道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是该说他迟钝呢，还是夸他戏演得太好？一人3面，滴水不漏。我把平板递过去。4亿平平的主页，满月宴那天，他主动找上了我，加上了联系方式。第2天，关注了我的账号，还特意发来消息告诉我。那一刻，我知道他知道了，我知道他和管义思的事。或许是好奇，或许是不甘，总之我没能忍住，点进了宋萍萍的主页。她的名字4亿平平，4亿意思。我从最新的往下翻，都是图片和文字。
没有人出镜。冰淇淋、小蛋糕和咖啡，配文亲亲老公的偶尔放纵宠爱，2张电影票，时间在酒店宴会之前，1束洋桔梗，每天都会带1束，放在爱人办公桌上。被人说闲话了，但有人为他出头，开除带头的人，马上入职了。某人陪着逛了整整1天，买衣服首饰，又去哪打卡大街小巷了。琐碎日常可以追溯到我怀孕前2个月，9月5号，配图1张背影，文字是有家了。8月4号，配图1碗面，文字是他答应我了。往前是他帮他安排工作，资助他学习，帮他处理医疗事故后续事宜。他得知爸爸生病，无助的只知道哭泣，遇见了好人，帮他安排专家会诊。这是他们最初的交集，原来比我知道的还要早。拍婚纱照迟到的4个小时，是在帮宋婷婷的爸爸安排会诊。生日那天，我做了一桌子菜，他临时有个手术，我等到凌晨2点，可他出了手术室，转头去吃了长寿面。新婚前1天，说去帮朋友搬家，那个朋友是宋婷婷。他不许我在早上吃冰冷的食物，哪怕偶尔1次，哪怕我很想吃，可是他会主动买给宋婷婷。那部电影从3年前开拍时，我们就约好了要去看首映，直到2次上映，我们都没能看成。可他和他去看了，是我劝他走上了这条路，救死扶伤，是多伟大的事啊！医生这个职业有太多的不确定性。他不可能时时刻刻陪在我身边，这是我最开始就知道的事实啊！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，甚至心疼。可他在这样忙碌的日子里，有了2个家，其实一切有迹可循。回家的时间会比之前晚一些，衣服上偶尔会有香水味，会有不是我给他买的衣服和领带，会有新的聊天习惯。你偶尔在我看八卦新闻的时候插嘴，会开始喝奶茶，还颇有研究。只是我没有注意过，他没多大反应，只是慌乱了1秒。这是谁的主页？你怎么突然关注这些了？我眯着眼睛看了他半分钟，想从他的眼睛里找到些什么，没找到。于是我把手机递过去，是和宋婷婷聊天框。半个小时前，宋婷婷发来的视频，她笨拙的和面，做小蛋糕，宛如热恋的小情侣，肆意笑着打闹。网上翻，诸如此类小视频还有很多，中间还夹杂了一些文字。生了儿子又怎样？你困不住他的，他答应我了，只要他完全掌控公司，就会和你离婚。你不过是他为了稳住他爸妈的工具，你儿子也是。他匆匆翻过，经历了一场兵荒马乱，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秘密被撞翻的窘迫。我累了，管医生。我用了2年，反复确认，我真的该离开了。我也许久没有这样称呼他了，其实不突然，很早就开始计划了。我递上离婚协议书，还是你这里好，让我心安。我记忆力一向不好，生下周不了之后更甚。可这几句话一直在我的脑海里，挥不走，散不掉。管义思说，每一句时的表情我都能想象出来，笑着的、宠溺的、厌恶的，大概是他们出现的太不合时宜了，总是在我最重要的时刻让我听到。我忘不了这2个最重要的时刻，也就忘不了这几句话。每说一句，他的脸就难看1分，我的心就凉1分。不自觉收紧的手颤抖着，捏得我生疼。那个曾经意乱时都克制自己不弄疼我的人，丝毫没注意我越来难看的脸色，只是不断唤着我的名字：周周，周周，周周。管义思，你弄疼我了。2年的委屈在那一瞬间迸发，眼泪像打开了水阀，一颗颗砸在我和他的手上，滚烫滚烫的。你和他看星空那天，
周不了哭了整整2个小时。日出升起时，多浪漫！周不了高烧，我抱着他在急诊走廊坐了一夜。我突然很想知道，新婚夜你一声声叫着周周，可心里在想谁？你既然喜欢他，取消婚礼就好了，为什么非要把我拖入这个漩涡呢？可怜我吗？我不是没你不能活。管义思也带上了哭腔。不是的，是我舍不得，是我没你不能活。周周，管义思，你真的很残忍。你知道我能接受婚姻需要多大的勇气，却偏偏拉我入局，又以这种方式将我认为最幸福的2年搅得一塌糊涂，一声声质问，到歇斯底里的哭，抒发不了这2年苦的1/1000。我以为我准备了2年，能平静地解决好这件事，可是啊，疼啊，一刀刀凌迟，到了最后一刀，还是钻心的疼。他抱着我，比那次劫后余生还要用力。大3那年，全班出去采风，却遇上了地震，音讯全无。娇生惯养的小少爷加入了救援队，被困了3天的我，听见他的声音，又惊又喜。他来不及等其他人来，用手挖着废墟，把我牵出去时，双手淋漓，满身泥泞，眼睛里满是血丝，小心翼翼拥我入怀，确认无恙之后才敢用力。我揽上他的腰，才5天，消瘦得像纸片人。后来救援队的领队告诉我，他3天几乎没有合过眼，哪里要人他都是第一个冲去。短暂的休息时间，他也会到处走，大有找不到我，不死不休的架势。我从没想过会有人把我的命看得如此重。周周，我立马跟他断了。我只是可怜他，他就像当时的你，一无所有，却还是要故作坚强。我只是出于同情，声音嘶哑颤抖。我第一次见他如此卑微。但这并不会影响我。你和他一样脏了，我不要脏东西。他的手倏地泄了力，我推开他，缓慢坚定，就像郑重的道别。离婚协议书就在这里，我不要你的钱，周不了归我。每个月你可以见孩子1面，其他条款有问题的，麻烦你找我的律师商谈。这个还给你。我把一根断掉的红色手绳放到他手心，在结婚前就断掉了。他说会再给我编一条，可就像那场下当的电影，等不到了。我们再见。我什么都没有带走，一个人来，一个人走。不同的是，我来之前是一个人，走的时候我有周不了。我妈遇见周朴道时才18岁，舞蹈事业如日中天，可为了周朴道放下事业，下嫁成婚生子。我有过很快乐的时光，直到我亲眼过周朴道和一个陌生的女人在主卧上，当场就被吓吐了，高烧了好几天才缓过来。周朴道很爱我，可我开始抗拒他的靠近，开始厌恶他。那天后再也没叫他一声爸爸。他脏了，妈妈也这样说，可他不肯离婚。他认为他的事业已经毁了，用事业换来的爱情一定不能毁掉，何况还有我，不能让我在一个不完整的家里长大。我劝他，周朴道脏了，能不能不要他了？劝不动，所以我大学就直接和家里断了联系。管义思想让他们来参加婚礼，算是不留遗憾。联系上时，周朴道已经死了。他借着管义思的光，在医院里揽了活。我怀孕后，和妈妈的关系缓和了些。我和管义思离婚，这份工作他不适合继续干了。2句话说明了缘由：你还带着个孩子，这就是你的底气，你的王牌啊！管家家大业大，你好好守着，还怕到时候家业传不到管寒怡手上吗？到时候多威风！孩子，每句话都离不开孩子。用管寒怡绑住管义思，然后让管寒怡重复我的悲惨童年吗？算了，
赖在这难堪的是他，不是我。我带着周不了出去玩了3天，算是散心。回去上班时，桌上摆着许多东西，化了的冰淇淋蛋糕，一张私人影院的电影票，3束花，还有一根新编的红绳。周周，你可真幸福。但是你出去旅游，没有告诉管医生吗？他这么忙，还惦记着给你送东西搞惊喜呢。乔乔笑着调侃我，幸福吗？真的幸福的话，东西怎么会送到这里？迟来的东西都是垃圾。一股脑地把东西扫进垃圾桶，深呼一口气，垃圾就该在垃圾桶。还有，我们离婚了，以后他的东西不准送进来。门口一阵骚乱，管义司提着蛋糕和满天星就站在门口，模样还有些滑稽，30岁的人了，发际线上移，小肚腩危险，看得我一阵恶心。我立马要招呼保安，把他往外赶。我是顾客，我是来做定制的。妈马上要生日了，我想给她送一件礼裙，想来想去，只有你最合适。有钱不赚是傻子。当下就拿着东西跟着他回了老宅，顺便把离婚的事情向二老坦诚。管义司遭受了一顿家法，我也受了一顿苦口婆心的劝诫。晚上喊了裴阮峰出来喝酒，他喝，我看，我们能遣算个青梅竹马。他曾经问我为什么要生下周不了，因为他是我的孩子，是我的血肉，舍不得。又问我为什么要忍着，因为管义司的户口簿，周不了要在管义司的户口簿上，而不是跟着我回到乡下。那为什么要等到周岁宴之后呢？我抿了一小口可乐，很久没喝了。我和管义司的差距太大，离婚官司繁琐，一旦过了哺乳期，我的优势会消失。不是周岁宴之后，只是刚好挣够留下周不了的资本。我是不是很自私？他摇摇头，只要是你的选择，我都支持。我愣住了，所有人都劝我为了孩子忍一忍，支持我的他是头一个。问间工作室是我们5人一起创立起来的，他们都已经闯出了名堂，只有你不仅退出，还窝在那个小小的工作室里。其实你的天赋很好，但是为了他，放弃了进修的机会，也放弃了很多设计比赛的机会。周周，这是不对等的。你只是你自己，我只是我自己。我不用为管义司守后方，不需要为了做好管家儿媳学那些我不愿的插花甜点。我只是周无正，周不了的妈妈。我撕心裂肺地哭了一场，像个疯子。我明白得太迟了。我还嘲笑妈妈被困在周普道里。和管义司恋爱后的几年，我何尝不是困住了？我拉黑了所有管义司有关的联系方式，送来的所有东西全部进了垃圾桶。他大概觉得无趣，只坚持了1个月就放弃了，但还是不肯签字。我直接联系了律师，走法律程序。裴阮峰给了我一个比赛机会，如果想在这行闯出来，这是一条很好的路。我去工作室办理好了长假事宜，刚出大楼，熟悉的车边站着一个化成灰都认识的人，一见我就大步跨了上来。你一定要离婚吗？看来是收到法院消息了。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我越过他，往一旁走。周周，他趁机拉住了我的手腕，我反手一脚甩开了他。我说过了，脏。他反身拦住我的去路。周周，我们能不能不离婚？就当为了韩寒、宋萍萍说的那些话都是假的，他自己臆想的。没你我真的不能活。他慌乱地在公文包里翻出一张纸，我找到了我们当初列出的100件事，还有32件事情没有做，我们把它继续做完，好不好？你就给我一次机会，如果我再犯，我净身出户，我的一切都给你，你就这样丢下我，我会死的。周周，他忽视了楼前的人来人往，只差要跪在地上讨好。卑微、可笑、滑稽。
我突然起了逗弄的心思，要不你跪下求我吧，我就考虑考虑。他做事就要跪下，像得了大赦般笑着。我没想到他真的能做到这一步，大吼了一声停下，他就维持着半跪的样子，愣在了那里，滑稽可笑。这幅景象，我给管太太送礼服的路上也曾见到过，是宋萍萍跪在他面前，我没有动容，只觉得舒心，2年来的怨气好像散了些。早点签字吧，周不了还小，只能跟着我，忍到周岁宴，是为了和你相当的资本留住他。我没有准备再婚，往后的日子，周不了会是我唯一的家人，而你不配，永远的陌生人，是你我最好的归宿。这一天，我已经等了2年了，不知道是哪句话戳到他了。总之，他落荒而逃了。比赛结束后，我得到了不错的名次，也认识了不少人。管义思终于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，我提交了离职申请，接受了裴阮峰的邀请，加入了他的工作室。新的工作环境都是厉害的设计师，在他们的影响下，我的设计水平突飞猛进，很快就在设计界泛起了小小的水花。一个国际比赛的邀请函通过裴阮峰到了我的手上。这封邀请函4年前你就收到过一次，但是你为了他拒绝了。这一次希望你有不同的选择，我会帮你看好周不了，让你没有后顾之忧。4年前，我有一系列作品被他私自投递，通过了海选，正式比赛要闭关，至少3个月。正好遇上了婚礼，我选择了爱情，满心满意的一头扎了进去。回过神来，偷偷遗憾了许久。可那时的管义思在干什么呢？在照顾一个弱小的大学生，为以后的另一个家打下基础。回想起来，真想给当时的自己2个大巴掌。当然，从此以后，我不会拒绝任何一个机会。笑得坦然，说得坚定，专心于事业之后，日子越来越好，心情越来越舒畅，生活被画图和周不了填满，再也没有任何糟心的事来打扰我。小日子过得要多美有多美，以至于在酒会上遇见管义思的时候，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和管义思的最后一次见面是民政局门口拿离婚证。咦，头顶又秃了些，小肚腩也大了些，胡子拉碴，看起来这2年过得不是很舒心。很好，我的心情又好了2分。他看着我的眼里有些急切，我礼貌微笑，侧过身子准备去找裴阮峰，又被他握住了手腕。这次没有抬腿一脚，一是场合不对，二是好像没必要了。我们聊聊。我和他属实没什么好聊的，可他死死不放手。裴阮峰又忙于交际，帮不了我，我便同意了。端了杯酒，走到了阳台。我记得你不喝酒，也不爱穿露肩的礼服，那是因为你妈不喜欢。听说你和宋萍萍要结婚了，闹了这么些年，该定下来了，好好对人家，别再像我一样了。好，他点点头。你和裴总合作伙伴，我说过，周不了就是我唯一的家人。电话响了，是刘姐，周家又要找我，正好裴阮峰来找我，跟他说了一声，便回家去了。再一次听到他的消息，已经是在法制新闻板块。管义思第1台手术失误，导致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，管家私下出钱，让院方和受害方和解。管义思也因此从那家医院到了自家私立医院。管义思接手医院后，又干了不少不了台面的事。一切爆出来时，娱乐板块正轮番报道管氏少爷收心，即将大婚。不到2小时，就换到了社会新闻的板块。我和管义思的那团糟心事也被重新提及。被工作室的同事看见了，不禁感叹：周，你真是慧眼如炬，断得干脆。他这也算是恶有恶报。
是啊，报应，这些跟我都无关了。可惜了宋萍萍，周家又大了些。我准备带着她出趟国深造，去幼儿园接她的时候，碰到了管义司。距离丑闻爆出已经3个月，婚礼取消，管家成了笑话。他沧桑不少，白头发都出来了，看见我还有些局促不安。我只是想再来看看周周。管义司不愿意叫他周家佑，管他叫周周。看吧，很长一段时间你都看不见他了。他皱起眉，是在疑惑。我要出国深造，带他一起，但我的答案好像没有解开他的疑惑。你还好吗？我点头。但是你看起来很不好，活该。他突然笑了，自嘲一般。活该？对，可不就是活该。我也笑了。曾经的我认为我是高攀，现在看来不配的那个人是你。我任由管义司带着周家佑逛了商场，又吃了顿饭，才带着大包小包回到了家，是真正的家。半年前，我终于靠着自己的能力买下了一套小2居，寸土寸金的地方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整整3年，我没有听到一丝关于管义司的消息。回国后见到的第一个人，居然是宋萍萍。在裴阮峰工作室楼下的咖啡厅里，我和他面对面坐着，气氛有些微妙。还是宋萍萍先打破了安静。好久不见，是好久不见，但我们也没有见面的必要吧？我知道你大概不想见我，有些话一定得说。我抿了一口咖啡，靠在椅背上，示意他说对不起。我刚要开口说不用，他的话更快。不是为了我闯入你和管义司，而是为了我用了最残忍的方法逼你离开他。我只是没想到你能坚持1年。宋萍萍的话听起来有些奇怪，一个想法一闪而过。你是故意的？是问话，但语气坚定。是，差距太大，出此下策。好在结果不错，管家一落千丈，他也进了监狱，受到了惩罚。闭眼睁眼间，我对眼前的女孩只剩下敬佩，所以我也该谢谢你。那么恨他，却记得把我划出局。我没有恨过你。实话，周家佑10岁生日那一天，裴阮峰向我求婚了。我回忆了一下，第26次了。这个人太赖皮了。那次酒会后，不知道受了什么激，就一直围在我身边，打着朋友的名义晃来晃去。回国后更甚，介绍说是朋友，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我还没给名分，害得圈子里不少人来为他说好话。他的爸爸妈妈也是，他又是一副除我之外誓死不从的架势。眼看要40了，他爸爸妈妈说是看淡了，随他去了。可话里还是会有抱不了孙子的遗憾。尤其他爸妈每次见到周居佑，都是一脸笑吟吟的招呼，爱不释手。时间久了，我心里总不是滋味。周家佑也来劝我，说裴叔叔人还不错的，比他赖子亲爹好了不知多少倍。又说人家都有爸爸叫，可他只有妈妈和叔叔，心里更不是滋味。诚然我很爱他，对他很好，把我的一切都捧给他，可缺少的那份父爱，我终究补不上。我没有守住一地鸡毛时的射线。第2天早上，提前了10分钟上班，去他办公室抽屉里偷了戒指戴上，还不忘骂一句败家。同样大小的戒指，买了至少3个，公司1个，家里1个，车上1个，就为了随时随地能掏出来。裴阮峰实在迟钝，戒指消失了1天都没发现，还是接周家佑放学，被周家佑牵手时摸到了，一声惊呼：妈妈妈妈，你答应裴叔叔啦，那我是不是能叫爸爸了？裴阮峰作为最后一个知道的人，举着我的手，看了足足3分钟才放下，一手牵着我，一手牵着周家佑，在夕阳下就这么走。婚礼上，新人亲吻前，裴阮峰附在我耳边轻声道：其实戒指有10个，
不是买的，都是我亲手做的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